哦，打我！这个甘吉娜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不公平的，这个结果有些不公平的。过来呀！双方发生了口角，但是还要服从裁判，注意看，外国总统女保镖输比赛不服气，现场撒泼耍横，指着中国选手鼻子恶毒咒骂，裁判拉都拉不住，现场差点失控。该说不说，外国选手实在太嚣张，简直没把现场中国观众放在眼里。就算被裁判拉到擂台下，嘴里的咒骂声也没有停止。输比赛不服气的正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总统女保镖甘吉娜。当然，这家伙还有个特别响亮的绰号，就是幽灵悍妇。只因甘吉娜的脾气火爆，打法凶猛，不管是擂台上还是擂台下，出手招招致命，就连部分男性选手都不敢轻易招惹她。毕竟是做过总统的贴身保镖，自然甘吉娜的速度要比普通选手快上许多。本次中国派出了中国实力小将陈琳琳。陈琳琳面对强势凶狠的甘吉娜，心中没有丝毫胆怯，反而是表现出特别自信的样子进入比赛现场。相信今天陈琳琳一定会打出中国人该有的气势，证明自己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陈琳琳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拳套就是中国小将陈琳琳，黑色拳套就是总统女保镖甘吉娜。甘吉娜的实力的确很强大，一上来就来回蹦跶跃跃欲试的干扰陈琳琳进攻视线，陈琳琳也只能暂时原地试探，防止对手猛攻。果不其然，甘吉娜人狠话不多，果断冲入陈琳琳内围，疯狂出拳。甘吉娜的这一套动作事发，突然陈琳琳根本来不及躲避，吃了大亏。得亏陈琳琳心理素质过硬，才没有濒临破防，否则换一位普通选手，肯定在甘吉娜面前撑不过30秒。他更多的是心理意义上的给对方强大的压力。是的，这种爆发力一下就把这个陈琳琳压制住。这个时候需要陈琳琳冷静，不要被他这个前3板斧吓到，一定防护上要把手要抬起来，用踹。现在陈琳琳呢还没有发起一波比较强有势的压制对方的进攻，始终处在一个谨慎的防守状态。这样一来呢，会在心理上呢让甘吉娜更具有优势，因为赛前呢他已经对陈琳琳的这个整个技术战法都做了深刻的研究。对方呢是敢出动作。现在陈琳琳的办法就是我赶紧去进行缠抱，让你在打内围的时候不让你来起拳。现在明显感觉到陈琳琳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，随即开始施展一些刁钻的散打招式，还以颜色。不过甘吉娜的性格十分骄傲，根本不把陈琳琳放在眼里，主动逼近内围，还会对陈琳琳拳打脚踢。到现在为止，陈琳琳也算是发现了对手的进攻弱点，那就是甘吉娜的内围战斗力十分凶猛，一旦来到中远距离作战，个子矮小的甘吉娜很难够到陈琳琳。这场遭遇战呢，陈琳琳一定要冷静，千万呢在防守方面还要防住甘吉娜的这个拳头，她的拳头今天那个频率太高了。一个是侧踹，一个是拳法，要给对方一个强大的阻力。刘老，这会儿干脆就你所说的，一定把这个距离感控制住，不能让他贴身近身。比赛中讲是治人不治于人，首先呢是按照自己的技术战术，不能让对方牵着走，否则的话呢就会陷于被动。现在这个甘吉娜的臂展呢是打开要1.63米，而这个陈琳琳的臂展呢达到1.69米，实际上它是有个高有优势的。所以接下来要求陈琳琳一定要控制，把中远距离控制住，利用脚下的步伐灵活的移动，来避开这个甘吉娜第一回合当中如此的锋芒，给自己的体能分配呢也留下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对方呢很注意这种突击性的打法，这个上来以后呢就是一个组合连续。对方呢看着步伐的移动确实还是很有一些心得。步伐移动。这是少见的这个陈琳琳用了招边腿，紧跟着一个正面踹，这就是控制住对方的距离。好的，坚决打侧踹。对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陈琳琳的散打侧踹腿威力极大，每次都能精准无误命中甘吉娜腹部。不过甘吉娜的打法实在太过于凶猛，甚至有点疯狂，在内围连续出拳狂砸陈琳琳，面部十分吓人。目前的陈琳琳也知道自己吃亏，不敢与对手硬碰硬，只能边打边退，利用侧踹腿进行阻击，否则依照甘吉娜的脾气，一旦进入内围，不死不休，绝对会失去一定的比赛点数。他连续就是只盯住了这个陈琳琳的头部，这个时候陈琳琳一定要用这个侧踹或者正面踹把他阻止住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好的，
甘吉娜在转身的时候没有坐过来，这个时候这个陈琳琳用膝顶了他一下。把这个距离控制住了，陈琳琳要主动发起进攻。哦，多打一些直线。现在呢，总的来讲呢，陈琳琳防守稍微有点散，进攻呢有点迟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甘吉娜貌似体力下滑，严重不敢再轻易发起进攻。在中远距离，陈琳琳的侧踹腿对甘吉娜有很大的威胁。毕竟甘吉娜身为总统保镖，平日里的训练都要想方设法击倒降服歹徒，自然内围是甘吉娜的强势位置。陈琳琳脑子十分灵活，也相应的改变战术打法进行针对。只要一有机会，陈琳琳就会利用各种腿法来扩大比分。现在呢，甘丽娜防住了这个陈琳琳，她用侧身的这个防守姿态，随时呢就内切进去，用一顿这个乱拳呢就开始组合拳呢，打得眼花缭乱。小金的后手勾拳呢，他的这个击打力度啊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可是他从这个数量上给你造成压力。感觉到这个陈琳琳现在有点像甘丽娜的移动靶，因为这个甘丽娜有可能随时就发动一些进攻，猛扑上去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远超大家想象。平日里看惯了男选手拳拳到肉的激烈对拼，没想到女子比赛确实更加好看。这回合的陈琳琳出拳较少，比较注重腿法上的阻击作用。大家从屏幕中不难看出，陈琳琳在拼拳换脚阶段还是受到了损伤，眼角一直流淌着鲜血，让台下观众着实心疼。对方实际上呢是知己知彼，他知道对方的这个实力，就中方选手的实力，所以他给你打那个游动，尤其打那个突击。而这选手呢，他打很自信，他频率啊，他动作我们看他的频率打的有特点。刘老师刚才看到陈琳琳已经是血染赛台了，她好像左眉骨出现了流血的这个现象。比赛继续进行，现在陈琳琳也采用一种，那反而是激起了双方斗志。对，小心他的勾拳。时间到，好的，陈琳琳呢也一方面是有氧能力，整体从拼到底；再一方面就是无氧能力。他在这个短时间的拼打中呢，能够充分的发挥，保证自己的整个这个技术呢和战术发挥是非常有效的。现在那个陈琳琳反而表现出了比较刚猛的这样的一个个性，他靠大声的这个吼叫来给自己加油打气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眉骨受伤的陈琳琳貌似变得更加亢奋。既然甘吉娜今天下狠手将自己打伤，那第3回合陈琳琳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甘吉娜完好无损地走下擂台，主动举着拳头要对甘吉娜进行反击动作。甘吉娜也感受到了陈琳琳的怒气，迅速远离，生怕激怒对手，招来更大的灾祸。眼花缭乱，比较盲目，但他迎击打得还非常有效。哦，漂亮！这个转身的这个后踹起到作用。对方呢，这防反和迎击的能力确实还是显而易见。现在好像甘吉娜已经看出了这个陈琳琳那个命门所在。他就始终在用自己的战术，直接是爆头，做的执行的非常的坚决。你看。那他爆头呢，不是单纯的爆，他是连续组合之后，等你准备你挨2、3拳以后，你准备反击，他一下给你缠住，哎，他把你这个反攻就化解了。现在双方的僵持在这里，注意啊，看这个甘吉娜，他也进行那个身体姿态的调整和转身。好，双方拼拳换脚阶段，甘吉娜差点一头栽倒在擂台上，这足以说明刚刚陈琳琳的一番举动已经将甘吉娜吓得慌不择路。这时候的陈琳琳虽然已经失去了比赛刚开始的沉稳冷静，但是这时候打出的拳腿丝毫不逊色甘吉娜的凶猛招式。这样看来，陈琳琳也有很大的可能获胜。保证了这叫事显截短，这才能够介入发击。好的，甘吉娜的这一招有点不灵了。不灵的时候呢，这个陈琳琳呢，这个发现了一个战机已经来了，继续又起腿，不能给这甘吉娜的
太多的喘息之机啊，调整一下自己，果断一下，果断起腿，还是侧踹，坚决要把胯送出来。这种假动作有点，还是有点后怕的感觉啊。不是，他这是自己还是犹豫，虽然是把这个气势做出来了，但是呢，在效果上，那确实呢要放手一搏。现在暴露出这个陈琳琳呢，她现在这如果切进去以后，她的拳法，并不是很猛很准，但对方呢却是经验非常老道，看直接是迎击好，迎击，而且他组合跟的也非常的自信，非常坚决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打的是难解难分，火力全开啊！两个这个女子选手在这个擂台之上是毫不相让。兰博选手呢，他这个一个是气势上给对方强大的压力，再给呢技术战术上呢，他确实表现得非常的理智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陈琳琳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最终胜利。这场比赛有人欢喜有人愁，甘吉娜很明显不认同自己会输给中国选手，于是越想越气，主动走向陈琳琳面前进行推搡辱骂，发泄心里的不爽。这种情况在职业比赛中十分少见。按照比赛规则，裁判有理由将其定性为闹事者，推出场外。大家认为陈琳琳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